大家好，我们是说台湾说日本，我是福山太太，我是松原妈妈。大家好。大家是不是有看到我们那个画面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来介绍一下，松原太太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好，今天我们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零食。我要先说这个很有趣的是，这个零食我在台湾没有吃过，也不知道有这种东西。然后是来到日本以后，有一次跟我的日本朋友去逛那个近铁的10楼，现在有一个那个神农生活，对，他卖很多那个台湾的一些饼干零食，然后调味料，甚至啤酒什么的都有这样子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一般就想说，台湾那就是买凤梨酥啊，还是比如说自己小时候吃过的什么小泡芙什么。然后我日本朋友就问我说，这上面写什么？他们就说，他说这上面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日本人还蛮，我那个朋友他很喜欢吃豆类的东西，日本还蛮多豆类制品嘛，对不对？他就看到那个包装上面有绿豆、黄豆、花生、黑豆，还有什么玉米粒什么的，他就很兴奋。可是刚好跟我相反，我是什么豆就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这好吃吗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不知道不过我不会想买。”我就跟他讲完。可是因为他太喜欢豆，因为我的想象就是这种打开来的话，就是一根棒子上面粘很多这些小豆豆的那种印象。然后结果他还是买了，就他买了以后分我吃，我马上掉头回去买2包，太好吃了，这是很好吃吗？对，你开一个来看看，等一下再开一个来看看。好，这个今天有日本只能买到2种口味，一种这一个是芋头的。另外一个是蛋黄口味的，对。可是我看网路，如果在台湾的话，还有什么巧克力，还有什么其他好几种口味的，好羡慕大家。然后，可是这个东西，我在台湾没有看过你也没看过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看过，而且就像你讲的，这上面都是那个豆豆的那个照片啊，都不会燃起我去买它的欲望对，没错，因为我就会想说是老人家养生在吃的那种感觉，对。可是结果打开来，就日本人很喜欢吃，它也很像日本一种大家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吃的零食，叫做うまい棒，就是很像玉米棒那种东西。而且他们多喜欢吃这个，就是最近不是物价都在上涨吗？对。然后那个うまい棒从10块涨成12块。也变头条新闻，因为那是大家共同成长的回忆，就是哇，那个玉米棒竟然涨了2块钱了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这个就很像他们喜欢，可是味道更大人的口味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要不要猜看？所以这个对，在台湾买得到就对了。说真的，我在台湾没看过，也没买过，也不知道，所以。我后来呢，有几次就是跟台湾人的聚会，我带去，大家觉得很好吃，都请家人从台湾寄过来。我来猜一个，好，来在台湾有他们说有一些店啊什么的都买得到。嘿嘿嘿，你看我们的感觉，黑熊也很期待的感觉。差不多这样子。对，打开来是这样子，看起来还是不会想买，对不对？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感觉？好，你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没有那个一根一根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一颗一颗的那个，对，没有一颗一颗的那种，跟包装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就很像泰国卷玉米棒这样子。如何？真的很好吃不会很咸，对不对？对，咸甜的。对，然后而且就是没有很浓的那一种香精化学的味道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吃而且他们写说而且这还是那个非油炸品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就想，我为了要介绍这个，我还上网看，我发现这个在那个中国、香港还是很多地方竟然也卖得很好，然后都一定会主打说台湾的能量99邦邦。
很好吃，好好吃哦！完了，这个会一直吃哎、会的，我的会不小心在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对，真的，我回购了好几包了，所以我后来就是跟我那个日本朋友说，谢谢你介绍我这么好吃的台湾零食，真的好吃哎、完蛋了，这个可能会纳入我的那个口袋购物清单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觉得很妙的是，我们是台湾人不知道，还是日本朋友介绍我们的。更有趣是，有些日本人还把这个当伴手礼买回来给他们的日本亲戚吃了。我觉得这个伴手礼真的不错，好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要先讲这个是非业配哦，只是那个因为我们自己台湾人不知道，结果反而被那个日本朋友介绍的那个。在日本的台湾东西，对，没错，我们是真心推荐，吃了好吃，没有拿厂商1块钱。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说台湾说日本啊，对，有一些就是日本朋友介绍我们的台湾这个，然后而且我还那个先问我几个台湾的朋友跟亲戚，没有人吃过，哇，真的好奇妙啊！然后我就说拜托你们去买来吃吃看，真的好好吃。台湾制造，可是从日本住在日本的我跟他们介绍这样子，太神奇了。好，来，那今天我们讲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，对，就是到底住在日本日文重要吗？你觉得嘞？日文非常重要。怎么说？怎么我有的朋友说不重要啊，不用会日文，只要看得懂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买东西活下来嘞。那他都没有跟日本人交流哦。他如果要跟日本人交流的话，是一定要会日文的啊。但是，对啊，他如果说今天他都没有跟日本人接触的话，他不用日文，他其实说实在也可以过得很好啊。那你那时候刚来日本的时候，差不多大概几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日文？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，要讲吗？我一句日文都不会，可是我会念一句咒语。那是什么？我27岁那时候来的时候，我阿伊维欧都不会，但是我会一句南无ホレンゲキョ。这是我南无阿弥陀佛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一个日本很大的一个宗教协会，然后呢，他在台湾有分会，那我当初呢就被我朋友拿去，就是被他们要怎么讲，不是强迫。就是被他们一起带去念经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变成你会的第一句就是南无ホレンゲキョ。天哪！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呢，我那个对50音都不会嘛，那当然就是去语言学校学了2年语言，这样子。等一下，那你那时候一句都不会，你怎么有勇气来？因为我来的契机就是因为我阿嬷是日本人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，所以我没有见过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等长大以后要来看看她的国家，然后她讲的语言是什么，所以才来的。你是为了追寻阿嬷她的这些成长的过程，然后才来到日本。对。那你来了之后，然后进去语言学校这样子。对。你那时候来的时候，你觉得不会日文生活方便吗？然后还有，我记得以前在台湾，大家都会说日本就可能会比较排外啊，还是什么的。你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吗？非常非常深刻。我们那个年代来日本的时候，我跟日本人讲说我是台湾人，他们还会问说，你是泰国人哦？对，因为他们就把台湾跟泰国这2个地方完全搞错，而且很多人，非常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。对，我是比你晚10年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其实蛮多同学可能日文没有那么好，可是因为日本开始要打观光了，所以他们蛮需要一些可能要会中文啊，还是英文啊，这些就可以去找工作。那你那个时候嘞？我们那个时候日文不好，连洗碗都不给你洗。真的连不说话的工作都应征不上。对，连洗碗都不给你洗，真的超排外的。那这样子跟我们那个时候差很多真的差很多。
才这10年，像我是那个311大地震，就是台湾跟日本比较友好之后来的，我觉得对，就真的感受上面蛮不一样的。真的，因为311之后，就是311的时候，台湾帮助日本蛮多的嘛，所以之后台湾的能见度就比较多，所以跟日本人讲说我们是台湾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知道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也是从语言学校开始慢慢，然后练日文这样子。对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觉得超重要的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在日本生活啊。如果说你是贵妇啊什么的，你出去你不需要用到日文，每个人就是每件事情什么事情都帮你处理好，帮你打理好的话，你就不需要用到日文了啊。但是你不是啊，你是一个平凡的小老百姓，你出去到不管是坐电车要问路，或者是遇到神经病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反驳他？你这些都是要用到日文的啊。哦，对，并不是大家想着说，就是我只要能够买东西、吃东西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就算就算你去餐厅，现在是用那个手机，有的地方用手机就可以点餐的，可是还是需要叫服务生来，然后帮你点菜呀。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如果会日文的话，生活还是方便很多这样子。对啊。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我来以后就是在家庭里面嘛，最先也觉得说，我也是去语言学校，然后就慢慢学、慢慢练这样。然后后来我发现，当妈妈以后，如果日文好的话，真的还蛮重要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还有就是不会日文的话，你如果生病的话怎么办？人生病都是突然的，你总不可能有人可以随时让你找到会日文的人，然后有空可以带你去看医生了。哦，对，你说到生病这个，我超有感触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因为日文不好，所以如果要去小诊所，就连是很轻微的感冒，因为出诊嘛，所以都要写很多个人资料。那写的时候就看不懂了，他会问你啊，比如说你有什么症状，你有头痛吗？然后有什么什么鼻涕吗？有什么就很多，不一定有汉字，有汉字的话我们还可以猜，有的不是的。对。然后跟医生问诊，尤其看病的时候，他们很多那种撞声词，对，比如说他问你的喉咙弄得是不是一嘎一嘎，对，类似这一项我都听不懂，因为课本里面不太会教这些。对。然后我就想，对，就特别是去看病的时候有感觉，就是连小感冒都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去。可是后来经过这几年就比较可以，还有时候可以跟医生哈拉一下。对啊，特别现在的医生，如果听到就是你还会问说你是哪里人，我说我是台湾人，然后他们就还会有一个医生还跟我说，我老婆超想去台湾玩的，还问我台湾有什么好吃的什么什么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啊，刚来的时候连去医生都要等先生下班，然后还是跟先生约好时间才能去看一个感冒，现在还可以跟医生推销台湾了。对啊，你看像如果不会日文的话，你都会想说要去拜托人家，然后跟你一起去做什么事情，做某些事情，就觉得啊这样子怎么会这么麻烦？那如果说自己会日文的话，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的话，就不用去麻烦到别人了啊。对不对？不过如果真的很受不了的时候，不过他们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身体不好，可以找英文的还是中文的医生，对不对？是没有错啦，可是你要看那些医院离你家近不近。哦，对，没错。如果太远，然后又很不舒服的时候，不可能就进去。对啊，如果车子大概要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的话，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都太远了。对啊，所以要会日文，可是日文要到哪种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最基本的生活上所需要的用语，大概需要5段动词变化，到那边，我觉得最起码要到那里，你在日本生活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哦，对，这个是真的，没错。就像那时候，那个我在语言学校的时候啊，同学他们就是
刚来，我发现如果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已经有先学一些基础的时候，他连分班都可以分去比较好的班，对啊，然后他就可以学的比较快跟深入。那如果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基础的话，就要从最基本的 RUL， 就像我们在台湾从 /p/m/f 开始学，那个速度跟那个融入跟可以深入了解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。没错，没错，对啊。而且现在邮局啊、银行啊，有比较机车的就是，你如果不会日文，不让你开户。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们说他们在讲的东西，你如果都听不懂的话，那以后如果万一有什么通知啊，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要交代的时候，你如果日文听不懂的话，可能之后事情会有点麻烦之类的吧。哇，对，所以在生活上面，比如说语文上面，听说读写，至少听说读，对，写的话就可能工作上面，对，写的话可以不用啊。可是我最近对写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，就是因为就是小朋友回家拿了回来很多学校的联络单还是通知单，就要写一些联络事项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说到像小孩子，像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子现在已经是幼稚园跟国小了，那你如果说不会日文的话，像幼稚园的话，他们每一个月都会放那个绘本，就是儿童书，每个月都会发回来一本。那我们家小的跟大的在小的时候都会跟我睡前都会跟我讲说，叫我念给他们听啊，念绘本，那就要日文对啊，你如果日文程度不会的话，你要怎么念给他们听？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这倒是。然后，他们长大以后，他们那个幼稚园跟国小都会有那个参观日，你要跟老师沟通的时候，你如果不会日文怎么办？对啊，你如果想要了解自己的小孩在学校什么状况的时候，你如果没有办法用日文跟老师沟通的话，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那就要等老公有空了。对啊，那你什么事情都要等老公有空的话，那老公效率啊还是时间那一些就很难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语文就是如果能够让它变好，然后可以跟你在生活上面要去的地方、面对到的人，可以做完整的沟通的这个能力还是很重要的。对啊，真的很重要。可是也不要因为不会日文，或者觉得自己日文就不够好，然后不敢来日本，比如说打工度假啊，还是留学啊、求学、找工作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倒是可以不用那么。倒是不可以不用那么紧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不用那么紧张啦。但是如果说真心有想要来日本的话，有想要住在日本的话，我真的是建议日文一定要好。对啊。比如说找工作啊什么的，打工度假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，这样子。对，你如果打工度假不会日文的话，你势必就是去找不需要日文的工作嘛，比如说工厂之类的，那个是一定不用到日文。可是如果说你想要换工作的时候，如果你不会日文，你工作就不好找了。哦，也是，对。或许疫情之前啊，可能有那种不需要用到日文的打工也是有，那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好找一点，可能就是对观光客服务的啊，这一种那种的话，可是现在就没办法了，因为疫情过后，观光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开始恢复或什么的。对，说到这个还蛮多，有一些的打工机会，就是你只会说中文的打工机会的话，就因为疫情观光这个就没有这个工作机会了。对啊，没错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经验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听过、看过的打工度假，还是这些生活、留学这些经验。那如果要一个结论，你觉得在日本生活，日文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我是那个非常重要派的。日文能力的提升跟日文能力要好是很重要的。对，那松原妈妈呢？我也觉得日文好，就是
怎么说？就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范围里面，可以去跟传达出自己的重要沟通。比如说像我就是妈妈太太，那我可能就要面对，比如说去购物，还是去医院，然后还是去小孩的学校，就是最基础的这些，至少我都可以，就是我要能够一个人去面对处理，才不会就是造成家里别人的负担跟帮忙。我是觉得至少也要到这边，那这种日文程度就是真的要靠自己在生活里面那种，对，一直精进这样子。对耶，所以这样好像看起来每个人就是在当地你是在日本是求学、工作、生活，还是妈妈，还是祖父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对日文的程度的能力要求也不一样。对，福山太太是觉得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日文都是很重要派这样子。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呢，大家觉得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国家生活，你觉得当地的语言很流利，然后能够很完整的传达自己，然后可以讲得很好，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呢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，跟我们分享。拜拜，拜拜。